不哭，小春，没事的，不用担心我。今日是我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你若是没助我开禁书寨，曹云也寻不到这个药土。只是不知道他背后之人究竟是谁，竟然还买通了县令。早晚都会知晓的。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自证清白。若是我能近身查看武家娘子，定能知道她因何而死。可惜眼下又被困在这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闻此事，会不会担心？都说人在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最在乎的人。你之前还生你父亲的气，可如今还不是最记挂着他？不哭了，等我们出去以后啊，你就回家，同他好好讲一讲，啊。不哭了。万主香，说完便走。谢谢官人。父亲，快去。春儿，父亲，这怎么都伤成这样？都是牡丹护着我，不然只会……你要是当初听我的，待在家里好好嫁人，何至于受这种苦？何店主在危难之际仍护住小女，吕某万分感激。只是你们女子经商，终究还是闯下了祸事。难道父亲也觉得是女儿医术不精将人害死了吗？这不重要，把你们救出去才是最要紧的。这重要，这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。今日的祸事不是我行医导致的，是有人蓄意陷害。那药方我研究数月，数百人服用，无一人有任何不适。那些素未谋面的病人都愿意相信我的医术，为何在您眼里一文不值？您为什么不愿意信我呢？您可是我父亲啊！小春，好痛。此事真的不怨小春，是因为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他。我定会想办法来证明小春的清白的。如今此案的关键是药方有无问题。你都已经这样，你怎么去证明他的清白？我跟你说过，不要把他往火坑里推。女子行医就是会是非不断。那既然您认定是我行医惹下祸事，犹如吕家门楣，日后全当没有我这个女儿。好的，请回吧。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这么倔，你非要死在牢里吗？好痛！难道您真的忍心让小春带着杀人的罪名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出去吗？你冷静的想一想，若真的是我们害死了武士，县令为何不敢公开审讯？为何宁愿对抗律法，要对我们动用私刑，逼我们认罪画押呢？只有将这些全部调查清楚了，才能真的还小春一个清白啊！果然，能夜反光泽，贾长阳没骗我。
落难之际，第一个想到的人，竟是你吗？小春的父亲进来一趟，要上下打点一番，你就这么轻易的进来了？不愧是花鸟使啊！案件尚未查起，他们竟敢对你动刑，谁下的令？偌大的长安能够只手遮天，以此大罪诬陷于我，又敢不顾你的颜面，对我严刑逼供的人还能有谁呢？自然只有那一位了。干嘛去啊？带花鸟使的小夫人离开这儿。不可！我现在跟你走了，岂不是真的成了倚仗官威、草菅人命的奸商了？县令背后有人施压，定不会秉公处置。我必须要将此案调查清楚，找到不容易辩驳的铁证上堂公审。我要让曹玉莹县令看着，让全城百姓跟那背后之人看着。我跟小春要清清白白、堂堂正正地走出这牢房。好。不过爱妾舒适，做夫君的若什么都不做，岂不可以？一定心有陈算。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提。多谢将军仗义。眼下虽然我走不出这牢房，可是我已经盘算好了查证的各项事宜。将军替我传话便好。如何？蒋少卿，武氏此前生产过，致其死亡的并非是肠肚之虚，而是在应当温补调养的月内之际，大量食用寒毒之物，以致落红淋漓不止，气血亏空而亡。我担心县衙的仵作被收买，换了人查验，但也未查出此症，这是为何？仵作大多都是男子，寻常病症自然通晓，很多女子生病羞于就医。他们所看过的女病人，没有我们女医多，对女尸隐疾特征有所疏漏也是常事。难怪牡丹让我给淑妃递话，点名要找女医。云鬓丹药性温凉，于人无碍，武氏定是服用他物而亡。我知道了，有劳医师，烦请回宫后替我代谢淑妃。郎君，大夫已经按照小夫人的安排，把人证和物证都收集齐了。唐大娘在花行的花匠口中得知，武氏是曹玉莹的别宅妇，平日一直就藏在丁子下。那曹玉莹不懂医理，5日前便在医馆找了一位医师，称她的妾室刚刚生产，问有何忌口。转头他便找了一家药铺，专买了一些产妇忌口的寒凉之物。丁子乡有人看到曹玉莹拿着螃蟹、牛黄去了武氏家，第2日便传出了她的死讯。大夫已经拿到了各方供词、药房的采买凭证，还在武家刨除找到了食物残渣。明日上堂，小夫人定能洗刷冤屈，郎君尽管放心。曹玉莹毒杀民女，构陷他人，证据确凿，按律当斩，秋后行刑。请书斋店主2人已查证无罪，即刻释放。